时隔1年再见顾慈，是在相府的宴席上，我穿了一身土气的长裙，肤色暗黄，林娇娇肤白貌美，可说是天差地别，一个天仙，一个地虫。顾郎，他自然不用在意旁人的眼光，谁都知道他是被顾大将军捧在掌心上的人，没人敢说他的闲话。这位是？我的一个远房表姐，到了相看的年纪，借住在我家的。寥寥几句话，把我想攀高枝的形象点得明明白白。顾郎，你手下可有什么小兵可推荐给我表姐？没有，不般配。是啊，我这样的落魄户，哪配得上这些青年才俊？云姑娘，听说之前顾将军流落乡野，是你舍弃一切照顾他，甚至不惜为他以身试毒。顾郎，我为了你忤逆爹娘，吃尽苦头，照顾你3年，你可不能负我。明明救了他的是我，是我照顾了他3年。林娇娇冒充了，可我不能告诉他，因为我用他换了黄金白绫和相府小姐的身份。捡到顾慈是在我采药的时候，他浑身是血，我带他回了家，不眠不休守了他3天3夜后，他终于醒了。他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回战场上和老天无异，他的眼睛坏了。我可以治你的眼睛，但我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要你救命之恩，以身相许，不过分吧？好，你若能治好我的眼睛，我许你夫人之位。不是你要我以身相许的吗？怎么这会儿只会很不要啊？听说你想借着相府的名头嫁个好夫家。若是我这样习俗不正的亲戚，断然是不会搭理的。我已计划着离开这里，若这时得罪了这些世家贵女，怕是会有麻烦，相府也断不会为我出头。我表舅就喜欢你们这些穷酸人家的女子，不如我把你介绍给他做第16房小妾。他虽然比你大了20岁，但有经验，会疼人，你也算是飞上枝头了。你怎么不把你这些朋友也介绍给你表舅？放肆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抱歉，寿华，改日定一一上门赔礼。不必。顾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大家都在等你来露一手呢。看在你和云家有点亲缘关系的份上，这次就饶过你了。有点亲缘关系？他们不知道，我其实是云娇娇同父异母的姐姐。自从有记忆起，我就和娘亲相依为命，以采药草为生。我们生活艰苦。我13岁时，她就离世了。她生前告诉我，我的父亲在京城当大官，而3年前相府寻找顾慈时，也顺便找到了我。你娘虽只是个采药女，但你确实是我云杰的女儿，抛头露面成合体，还与一男子共处一室，简直是不知廉耻。不过我可以带你回去，至于顾慈嘛，我会让你妹妹娇娇照顾好。我这几10年曾想象过无数遍的父亲，第一次相见就将我贬到了尘埃里。娘亲，你明明说他与你相知相爱，另娶新妇也是迫不得已，是不是所有男子都是如此？顾慈若知丞相千金对他痴心一片，会不会也立刻毁了和我的婚约？大概是会的，毕竟他从未说过欢喜。他喜欢捉弄我，喜欢看我气急败坏的模样，喜欢我无力反抗的模样，但唯独不喜欢我。云之遥，我是不是长得比你所有见过的男子都要好看？你是不是惯常靠救命之恩挟男子娶你，结果只有我上钩了？你和你那个娘一样，过不惯好日子，不思进取。我说要她进京，她非不愿。可当初你写信给娘，是让她来京城做你的妾室，她不识字，求了村里的秀才读给她听。哎呀，你夫君如今呢，飞黄腾达，贤妻在侧，说能容下你，只要你甘为妾室。我不信，一定是你误会了。这还是很多年后，秀才来祭拜我娘时告诉我的。没过2年，秀才也走了，我把他埋在离我娘不远的地方。虽然他经常说他没我爹那样金榜题名的好本事，好了一辈子没考上，但他是村里唯一没骂过我娘，还教我识字看书。当初把你带回来，虽是为了让你安分，也许坏了娇娇的好事，但你毕竟是我女儿，我会给你找门好亲事。老爷放心，我定会给阿生找个好归处。我被带回相府后，被改了名叫阿生，至于之遥2字，已成了云娇娇的乳名。哎呀，云夫人，您千金之躯，怎么能来这种小地方呢？您说一声，我们一定专程去府上走一趟。
做女子不能太挑，是云夫人说的在理。人呀，不能太贪心了，也要看看自己配的配不上。可这对人中，不是身有残疾，就是有过妻子。你别看这朱哥长得一般，但为人老实善良，摆了30年煎饼摊子，早攒下了娶媳妇钱。等你嫁过去，两个人把日子过好了，你替夫君料理好家中事儿，不怕他不赚大钱。你父亲接你回来时，还给过你100两黄金，正好当做你的嫁妆。100两黄金早被我花了。小丫头，你这种一心攀高枝的，我见得多了，没一个嫁得好的。等过了年纪，还不是被人挑挑拣拣。姑郎陪我买簪子呢，正好路过此处。簪子，男子给女子送簪子的意义不言而喻，可又如何？我现在是他心上人的远房表姐。我听说关美所的册子里有好些个男子，姐姐怎么一个都瞧不上？你说姐姐这样的能配什么样的男子？我们府上陈管事的儿子如何？你说姐姐这样的能配什么样的男子？我们府上陈管事的儿子如何？相貌堂堂，拜将封侯。什么？这位姑娘既然是相府小姐，自然能找个顶好的夫君。我帐下有几名将士尚未娶妻，云姑娘有空可来看一看。她之前还说不配，怎么突然改了主意？阿生，给你取这名字的意思，你懂吧？我自然是懂的。阿生自然是叫我安生些。那日之后，我就被关了起来，一直要关到顾慈来提亲。你不是要嫁给我吗？为什么一声不吭丢下我跑了？没跑。身为医者，我懂他这种心理。他讨厌我，但又因为双目失明而依赖我，生怕我不给他治了。但我没想到他脾气这么大，气得我差点晕厥。回去后，他还不知足，动作蛮狠。你不是伤还没好吗？又没伤到要，那你乖点，别让我再受伤了。彼时他又是夫君，又是伤者，又是个美男子，我当然尽量包容着他。顾慈迟迟不来提亲，云娇娇在家里恼了几次，烦了许多东西。你和他一起生活过3年，对他应该了解不少。你说他在犹豫什么呀？娇娇还有哪里没做到位啊？他不知道我算计了他。我手腕上的手工纱是我用草药调制了，重新点上去。他一直以为我和顾慈发乎情止乎礼，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。顾慈开荤后就像只难缠的狼，若不是我给他喂了避子药，我都不知道怀孕多少次。所以待顾慈发现云娇娇是完璧之身，云杰的所有谎言和谋算都会不攻自破。罢了，娇娇明日邀他游船，你到时仔细看看。我被扮作侍女，站在云娇娇身后。他在气什么？他不喜欢吃这块糕点吗？还是不喜欢别人喂他？不应该啊！他那时还故意把饭落到桌上，就为了让我可怜他，喂他。现在有个貌美的千金小姐喂他，还挑剔什么呢？小姐对顾将军真好，想必之前顾将军失明时，小姐也定是一口一口喂的吧？翠花是新来的丫鬟，当初跟着云娇娇的下人应该都被灭了口。不，她没喂过我，吃的都是残羹冷炙。最开始顾慈咬不到饭菜，只能等我吃完了再随便给他弄点到碗里。后来顾慈渐渐熟悉了摸虾吃饭，一次他无理取闹要我喂他。哎呦，顾慈，我还在吃饭。你不喂我，我只能来你嘴里找吃的。老的不检点，和野男人朱探姐，小的也是，小年纪就在家里藏男人了。嘿，还是个瞎子呀！有钱养个瞎子，还没钱还钱是吧？你欠他们钱。他娘治死了我爹，你说他欠我家多少钱？当年张家老人得了肺病，被医馆赶了出来，我娘实在不忍心，出手为其诊治。一开始那老人症状好了许多，张家人对我娘感恩戴德。可没过几个月，老娘还是走了。此后张家人就视我娘为仇人，我娘心怀愧疚，已经给出了半数家产。这是我夫君。找个瞎子还不如找我呢。瞎子怎么了？瞎子总比有些人忘恩负义、纠缠不休来得好。嘿，看来小杂种是不打算还钱了呀。我夫君可是百夫不千夫长，他是上战场杀的。你们要是敢动手，你得关大牢吧。那会儿我还不知顾慈是个将军，只是想吓吓他们。最后张家人落荒而逃。喂，我帮了你这么大的忙，怎么谢我？就这？真的很谢谢你，你以前肯定保护了很多人，今天又保护了我，所以你千万不要放弃，你会好起来的。我才没有放弃，你从哪里看出我要放弃的？夫子说我虽然不够聪明，但直觉很准，事实也确实如此。顾慈厌我谢恩以报，却动不动就与我纵情，何尝不是在逃避？抱歉，我不想现在回忆起那段日子。以后我会照顾好你的。你之前怎么照顾顾慈的？我之前不知道他是将军。算，你记好当年的交易。我爹已经私下认你做女儿了，还给了你100两黄金，你不要贪得无厌。他还是放心不下我。第2日，陈氏就给我安排了男子相看。小生江城，姑娘芳名啊？阿生。
我知道姑娘婚姻之事身不由己，但有件事儿还是要和姑娘明说。他道明自己是个断袖，但婚后会尽量不拘束我。幸好江澄还算个好人，若我这辈子不准备相夫教子，这确实是个可考虑的选项。云姑娘，好巧，久仰顾将军大名，小生江澄。顾将军认得我。不喜欢女子就别去祸害她。江公子待人诚实有礼，顾将军慎言。你维护她，你跟我走，我有话和你说。我与顾将军不甚相熟，你又是我表妹的未来夫婿，我们私下相见于理不合。你有什么话可以在这里说。若我要给你介绍男子，你不是急着嫁出去吗？我帐下有许多好男儿，你并非只有江澄一个选择。我嫁不嫁，嫁给谁，关他何事？这张对着3年的脸就在我面前，他身上那种熟悉又陌生的味道，正在悄无声息地包裹着我，引诱着我。可他如今已不属于我，他甚至还要给我介绍别的男子。江公子，我答应了，我嫁给你。真的吗？要不你再考虑考虑。江公子，我想好了。江澄是个断袖，婚后不会怎么宠爱你，要靠本事尽快怀上孩子。顾慈依旧应邀来小坐，但绝口不提提亲一事，这些都与我无关了。舅妈和我说过了，你要嫁给江澄那个断袖，他可不会碰你，你一辈子都没男人滋润，不如让我来给你开婚呢。滚开！你他妈装什么呀？真当自己是相府小姐啊？我都要嫁给江澄了，为什么还不放过我？表姐，你已经订婚了，怎么和我堂哥私相授受呢？来人，快带表小姐下去休息，这件事一定另有隐情。顾郎，你快离他远点。凭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们的要求我都已经答应了，为什么还要欺人太甚？你为什么要这么算计我？就因为我才是顾慈的救命恩人吗？你在胡说什么？表小姐被吓到了，来人，快来人，带她下去。我已经把云之瑶这个名字让给你，我已经是江澄的未婚妻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与顾慈已经毫无关系了，你非要赶尽杀绝吗？毫无关系？哼，你还有东西留在我身上，怎么能算毫无关系？你还有东西留在我身上，怎么能算毫无关系？啊，什么东西？赤瑶，我们还没拜堂，也没有交换婚书。你不是没有这些吗？他告诉我，想杀他的人太多了，所以他不能用他的身份文牒和我去官府登记成亲。我们可以先拜堂。不要碰，这种草药的汁液极难弄干净。那你用它把我的名字刺在你身上。你怎么不刺我的名字？好，我刺。后来我给他刺了，没给自己刺，反正他也看不见。如今他拉着我去摸的就是云之瑶3字。云之瑶，你耽误我3年，始乱终弃，你认不认？你一走了之，真以为我发现不了吗？原来他早就知道云娇娇不是云之瑶了。可既然如此，他为何又与云娇娇这个骗子在一起？为何又如今才告诉我是云之瑶又如何？他用你换了相府小姐的身份和100两黄金。那时云杰来找我，让我给云娇娇让位，我想也不想，摇头拒绝。顾慈的眼睛拖了3年都没好，你难道不想让他好了？只要你肯离开，我马上就把他带回去，会有最好的大夫给他治疗。你这种乡下村妇啊，你说了也不懂，只有我能护住他，留下他只会是害了他。顾慈的眼睛我有治疗之法，但因囊中羞涩，只能选最便宜起效最慢的方子。我还要黄金100两，拿到后我30日内离开。黄金100两可以，但30日太久了，7日。我在赌7日内顾慈能睁开眼，能看到我，可我赌输了。100两黄金被花得差不多了，可顾慈还没有恢复的苗头。那一刻，我对自己的医术自卑到了极点。难不成女子真不能行医？在我幼时的某夜，外头火光冲天，叫骂声不绝。娘亲抱着我冲了出去，可娘亲被烧得皮开肉绽。即便如此，外头那群张家人还是不愿意放过，对她拳脚相加。娘亲最后没有熬过那一年冬天，缠绵病榻之际，她让我不要再随意救人。难道我当初根本不该救顾慈？万念俱灰之下，我按照约定跟着云杰去了京城。后来顾慈复明的消息3个月后传到我耳中，果然还是云杰找的大夫医。那是云娇娇的名字，还能和他并列在一起。大将军将他带在身边，除了上战场都形影不离。他用我换了什么，我都不在乎。他许是喜欢我的，可这一年并非他一句不在乎就能不作数的。这一年，他与云娇娇成双成对，佳话传遍大街小巷。这一年，我被云家搓磨，曾经日夜期盼他，到后来心渐了，神渐麻木。顾将军，请自重，我现在是江澄的未婚妻。江家退了婚书，他们不敢和顾慈抢人，云家人恨不得杀了我，但又不敢动我。我还是不懂顾慈，但我也懒得懂。不用去看大夫了，太花钱了，能活着就行。我想给他们看病，可又不敢。没事儿，我们相信你。
后来听说云家因多条人命被降了罪，云杰被革了职，死了那么多条人命，但云杰仅仅被革职。幸好我这1年里一直在各种地方给他下药，他应该不久就会瘫了。墙倒众人推，云杰又被查出贪污军饷，云家突然之间一夕崩塌，若说没有顾此的手笔是不可能的。再后来，我终于回到我出生的地方。师母不待见我，就因为我让你当不成江家少夫人。哎，娘子，我们在一起3年，你就忍心不要我？缘分不是看在一起的长短，而是我和你的3年在先，你和云娇娇的1年在后。不到归期，我梦里梦你的眼睛。你介意这个事情？宣之遥，你真是一如既往的能气我。我真的没有和云娇娇发生过什么。你走后没几天我就能看见了，我一开始就知道她不是你，所以我又装瞎了许久。她装的再乖也不是你，而且你也不乖，也就看着乖，肚子里花花肠子一堆，对我见色起意，又把我当苦力。别哭别哭啊！你可乖了，我说错话了啊！你哭什么呀？我还没欺负你呢。原来我的方子是有效的，我喜极而泣，我哭的是我的医术。当时朝廷有诏，我不得不赶赴边疆，留下云娇娇，是因为云杰掌握着粮草，战事要紧，得先麻痹他。形势复杂，我自身难保，留你在身边只会害了你。云杰不是好东西，但没到食子的地步。你留在云家，至少能保命。我和云娇娇从来没有过什么，你要不要瞧瞧我的刺青？不了吧，我有点怕，他惯会折腾人的。你确定？云之遥，你果然心里没我啊？云娇娇喂我东西的时候，你无动于衷，根本不吃醋，你还和那个江什么定亲。我战事一结束就千里迢迢回来寻你，你呢？装作不认识我。有谁懂有少不得，斗转星移独厮守。云之遥，边境安定，我已经辞官了，以后不管你去哪，你想做什么，不许丢下我。没钱了你还可以卖了我自己会跑回来。我想四海行医。好，我永远陪着你。爱恨此消彼长，天不会忘，我陪你同往。念相送为消亡，踏过红尘，不肯相忘。